好，終於上手的三星的3折手機 Galaxy Z Tri4， 真的超級興奮，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玩到。那今天就來聊聊我快速上手的一個簡短的使用心得。那首先這次的三星的3折手機叫做 Galaxy Z Tri4， 也就是3折的部分。那這次的折疊方式採取的是像卷軸一樣不斷的往左打開，那你也可以左右展開的方式。但不論是哪一種呢，我覺得它整個打開手感都還蠻不錯的。而且重點來了，一旦展開之後呢，你就會瞬間獲得一塊10寸的熒幕啊！在上手之前呢，我本來以為 Z Fold 7的8寸熒幕就已經很夠用。在實際玩到 Z Tri4 之前呢，我甚至還以為我會覺得 Tri4 的10寸會太大，但沒想到我第一次上手 Tri4 後呢，還是被這個10寸的尺寸給迷惑住了。果然有些東西真的是越大越好啊，大就是正義啊！我的心已經變成 Tri4 的形狀了。那可以比較一下這個大小跟 Z Fold 7還有 S25 Ultra 的熒幕大小，你就會突然覺得 Z Fold 7的熒幕好像真的是不太夠用。那我告訴你，這就是人性啊！真的實際拿上手以後呢，就會想要更大的。那此外，大家之前很常詬病就是折疊看影片或看 YouTube 會有這個黑邊的問題。就是它的有效觀看熒幕的面積不夠大這個部分呢，也因為 Tri4 的熒幕是16:11的，所以整個大解套了。你看這個熒幕比較就可以知道 Tri4 的實際的觀影體驗，體感面積上是比 Z Fold 7大了1倍有啊。那跟 S25 Ultra 一比，也完全不是同一個層級的，就真的非常誇張。那我實際上手之前呢，我本來以為熒幕真的會太大，但用過之後真的是不會啊。用過之後呢，觀影體驗整個拉滿啊，超爽！而且熒幕大，除了很像看影片非常爽以外呢，你如果是看文章或是看網頁，你把手機轉成直向的，整個變得超級好閱讀。那除了看文章以外呢，如果你直向拿來看短影音，哇，那真的是一種頂級的體驗啊，真的很爽，整個多巴胺大爆炸。讓我想到之前三星的熒幕也是可以轉成90度變成直向來看短影音啊，那個也是非常的誇張，非常的爽。然後再回到折疊的部分，我必須說3折跟2折的技術難度真的差很多，但這一次三星做的真的很用心誒，細節超多。首先因為它是3折，所以手機會有3層。那為了方便你打開第一層，它其實最外層的那一層的長度，也就是最外面那一層、最上面那一層呢，它是比較長的。你的拇指可以很好就直接把這一層撥開。那打開第一層之後呢，裡面的結構會讓原本的那一層略微翹起來，所以左手拇指就可以很輕易的把第2層往左撥開啊，變成一個全開的形狀。那這2個小細節就是比較長的外幕和第2層略微翹起來，真的是讓人覺得非常貼心啊。而且我在整個開盒的過程中呢，除了滿滿的情緒價值以外，我覺得整個打開的流暢度，甚至我會覺得比 Z Fold 7還好。因為 Z Fold 7是比較緊實的，要稍微用力一點，而且它比較沒有施力點可以去用力。但 Tri4 呢，因為它外層螢幕比較長，所以你一撥就打開，再加上裡面內部結構的變化，整個打開的流暢感是非常好，整個手感很棒啊。然後我也體驗一下這次的厚度跟重量。那先說收折起來的厚度，我必須說呢，跟想象中是蠻接近，基本上就是 Z Fold 7再加1層那種感覺，會比之前的直板手機像是 S25 Ultra 再厚一點，畢竟它的厚度來到了12.9mm啊。目前常規旗艦拍照的手機像是 S25 Ultra 的厚度還是8.2mm 而已，所以基本上手感上是可以感覺出它厚了一個層級啊，這個就沒辦法騙人。即使我是三星爹也一樣啊。但是說實話，我覺得這並不會到無法忍受。那搭配這個309克的重量，你是可以感覺出它的厚度和分量感。但是我說真的，這都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內。不過這或許也是因為我只體驗了1個小時，而且加上我已經被這個大螢幕的部分給迷惑住了。總之，這部分之後如果有機會拿來當主機機使用的話，我會再多體驗一陣子，來看一下這個感覺會不會改變。那此外，我在現場也把手機放入口袋裡實測一下。雖然說放進去的那一秒，我閃過一個念頭是要不要直接跑回家把手機幹走，但我忍住了。我深入體驗一下它在口袋裡的重量的感覺和它的厚度，我自己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，就不會到太扯，口袋不會一大包這樣子，還不錯。那說完折起來的厚度之後呢，就來到三星黑科技的部分，就是打開之後的厚度啦。那進入下一個環節之前呢，要先來介紹一款超強的 AI 啊，就是 Manus AI， 絕對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種單純跟你聊天啊，或是文字闡述那種 AI。今天這個 AI 是真的可以派得上用場的 AI 超強生產力神器啊！那這個 AI 可以快速把你丟給它的 PDF 檔生成一個完全可以用的簡報啊，你甚至還可以教它在簡報中塞入圖表，或者是選擇你想要的簡報樣式。那也可以一鍵就生成一個互動式的視覺網站啊，或者你要生成一些工具類型的網站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
導，它還可以讓你直接使用 Google 最新的 Veo 3的引擎去生成這個影片的部分，看這個拿來當你的 YouTube 片頭啊，或者是拿來做 B-roll 都非常的好用。簡報啊、網站啊、試算表、圖形、影片、音訊，通通難不倒它。它甚至還會自己操作瀏覽器，跟自己寫 Python 來幫你做爬蟲啊，超級誇張的。那重點是它有一個大招，它可以一次召喚100位 AI 幫你做事啊。重點是每個 AI 之間呢還會互相溝通啊，這就完全就是一個團隊的感覺。而你就是那個 AI 界中的我獨自升級啊 ，AI 大將軍的那種感覺在。有了它之後，就真的很像是你聘請了一個100人团隊一樣啊，工作效率真的是跟之前完全不能比啊。那現在只要透過我的鏈接去註冊，或者是兌換我的優惠碼，就可以馬上獲得1000點積分啊，就可以免費體驗看這款超神的 AI， 用到賺到啊！趕快去試試看吧，免費的。它打開之後厚度只有3.9mm啊，哇，這真的很扯。像現在大家覺得很誇張的 Galaxy Z Fold 7的厚度是4.2mm， 那三星主打輕薄的手機 S25 Edge 則是5.8mm， 那這一款3折手機是3.9mm啊。它展開之後拿在手裡真的是薄到一個不行，而且因為它打開的尺寸屏幕很大，所以這個拿起來的手感是蠻好的。我在這一刻真的是覺得三星的 Z Fold 7和 S25 Edge 的技術應該都是為了這一款 Tri-Fold 而生啊，就前面那2款都是有這種試作品的感覺，真的很誇張。這款 Tri-Fold 應該才是三星心中最終的折疊形態啊，想要覺得很扯。Z Fold 7現在只是一個試作品。那說到這裡，我差點忘記講，就是它3折收起來時呢是有順序的，因為它有一折的背面是鏡頭，所以你要先從左邊往內折，再從右邊往內折，這樣收折起來才是正確的。如果你折錯的話，一開始就是右邊往內折，你看到手機鏡頭部分時呢，這時候手就會瘋狂震動，那熒幕也會跳出警示，提醒你說，你折錯了，不要再折了，以防你真的又繼續折下去啊，就可以感覺出手機的哀嚎和求饒啊，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。然後再來回到大螢幕的部分，除了我剛剛提到直立看文章和橫向看影片很爽以外呢，這次的螢幕也不只有大而已。三星還利用了他們多年耕耘平板的經驗，把這次 Tab S11 Ultra 平板的系統帶到這款手機上。基本上你打開多工之後呢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左半邊跟一般的手機差不多，就是多工的 App。但你往右滑一點，就會發現，多了這個電腦版的桌面啊。但進入這個桌面時呢，你可能第一眼還看不出差距，但當你點開第一個 App 時呢，它就會使用視窗化的方式顯示出來。而且你是可以任意改变這個 App 的大小和位置，就真的有一種小電腦的感覺在。那如果你再搭配鍵盤滑鼠的話，應該就可以就地開始辦公了。那說到辦公的部分，這次這個 Z Tri-Fold 有個配件很不錯，我覺得非常實用，就是這個具備腳架的手機背板。裝上之後呢，它就可以把手機熒幕整個立起來啊。那我覺得如果你有買這款手機的話，這應該是必買的配件啊，而且質感也蠻不錯，整個支架是非常穩定有力的，就還蠻推薦。然後再來回到多工的部分，如果你就是不喜歡 DeX， 覺得視窗化很沒有用、很無聊的話，你還是可以使用原本的模式進行你的多工的操作。因為這次的熒幕是10寸，熒幕超大，所以你可以直接具備3個直立的 App 進行多工，就是左邊、中間、右邊各一個。那重點是這3個多工的畫面，每個的大小都是非常方便閱讀的，就不會有之前使用手機就多工擠在一起那種感覺在。那如果你是短影音狂粉的話，你是直接可以把 TikTok、YouTube Short 和 IG Reels 同時打開，一次看3個短影音啊，想要覺得很扯。那除了3個直立的熒幕以外呢，它也有具備這個左邊一個大熒幕，加上右邊2個小熒幕的這個模式在。那重點是你常用的多工都可以儲存在這個工具列或者桌面上，而且三星的貼心又顯現出來，它在圖表上直接顯示你儲存多工的樣式是怎麼樣。像是3款直立的多工的話，它就會顯示3個 App 並排都是一樣大。那左邊一個大，右邊2個小，這個擺設方式它也會顯示啊，就是很不錯，一目了然這樣子。然後折疊手機的部分，我知道有些人，特別是沒有使用過的那群人，一定會特別在意折痕的部分。這次我特別看一下它的折痕，因為這次是3折嘛，所以它總共會有2道折痕，就左邊一條，右邊一條。而且因為它折疊的軌跡更大，我覺得光線下某些角度是可以看到折痕是比 Z Fold 7再更加明顯一點，特別是右邊的折痕，因為它右邊彎折的範圍更大。但我必須還是說老話一句，就是當你真的專注在你的熒幕內容時呢，特別是當你真的正視熒幕，不是斜眼看的話，這個折痕是真的非常不明顯。通常你會發現折痕的情況，就是你偷看別人手機，或者你斜看那個熒幕的時候會發現，但是沒有人會這樣斜着看熒幕吧？
所以我個人還是非常推薦你真的實際去使用看看這個3折手機或者2折的 C47。這個大螢幕的部分呢，真的會讓你消除你對折痕的疑慮和這個在意的部分，真的是會差非常多。實際用過之後是真的不會在意折痕的。然後剩下的部分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就沒有體驗到太多。這邊也簡單上一下規格表，基本上我覺得就是跟 C47 的規格是幾乎一模一樣。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就是在於處理器的部分，如果可以使用到最新的這個8一力 Gen 5就好了。然後有點差點忘記提，因為這次是3折，所以它電池容量其實也有所提升，從 C47 的4400毫安時提升到了5600毫安時啊。那到時候如果可以更深入體驗一下這款手機的話呢，當主力機使用一陣子的話呢，我會好好來測試看這個電池提升的部分夠不夠 cover 這個更大螢幕的耗電量。然後最後這次的 Z Tri4 只有提供一款顏色，也就是這個汗葉黑呀。那比較特別是它是背板採用的是特殊的材質啊，是玻璃纖維的複合材質。那我本來以為這個就是可能只是為了帥，因為它就是有點像碳纖維那種感覺。但後來查資料之後才發現，三星是為了強度和重量比的部分，就不是主要為了外觀的部分。畢竟這款手機打開之後呢，是真的很薄，確實需要好好的保護一下。好了，差不多就是我體驗這款三星首款的3折疊手機 Galaxy Z Tri4 的1個小時快速上手心得啊。其實還有蠻多想要更深入體驗的，像是我自己就還蠻好奇，就是這個更大的內螢幕它的耐用度如何，會不會一下就刮到？以它的電池真的扛得住這10寸螢幕的日常使用嗎？那此外，因為這款手機只有外螢幕和3折這2種形態，它並沒有一個2折的形態在。這樣子每次使用都要打開3折，會不會太引人注目？或者是開久之後會不會覺得很煩？這樣，這些都是我真正拿到手機之後會想要再好好的實測的部分。那我知道看到這裡的各位應該都已經知道這款手機的開價是如何，但是現在在拍攝的我呢，其實是不知道的。所以我還蠻好奇，你覺得這次三星開價如何？這款尊爵不凡的3折 Galaxy Z Tri4，你覺得它的價格對得起它的身價嗎？還是你覺得它太貴？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吧。那此外，如果你已經決定要買這款手機，也務必留言一下，讓大家認識你一下。那影片的最後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，記得幫我點讚、熱推一下這部影片啊。之後我應該還是會有一個開箱或者是新的影片的部分，就可以再期待一下啦。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，悄悄，拜拜。